好，持续还是要再讲川普，不是有句话说吗？我们商人1万，然后自损会8000哦。现在可能就有这种感觉，因为美国人真的是东北雕了。好，我们就看到说，现在全美有500万人上街来反川普哦。好，他们现在说美国没有国王，从纽约到华盛顿这边都在进行反川普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种现场画面。I just want to be part of all of this. 好，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数千名的抗议者在4月19号，纽约、华盛顿、美国各个城市都举行了集会发起了第2波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反对川普跟他的强硬政策那当然，现在还有就是会超过800场的集会是网络上兴起的一个这个最终却走上了街头，名为50501的抗议浪潮那在当日引爆了超过800场的示威预料有520万人到场来进行集会，所以反川普示威就出现了弹劾罢免的呼声怎么跟台湾有点像好，我们看到这个旧金山示威者在海滩排出了弹劾跟罢免的字样并高举倒置的美国国旗你看到这个是倒立的，所以可见他们现在对于美国非常的不满当然也是对于执政者的不满。好，那当然美国现在多地爆发反川普的游行，抗议者就怒吼说根本跟纳粹德国早期非常的类似抗议者说现在美国的政治局势跟纳粹德国早期很相似，川普虽然比希特勒愚蠢，但是他也被操弄，而且他的团队内部早就4分5裂了。好，那当然关税的政策也加剧了美国农业的一个困境我们看到英国卫报就说，美国政府现在很混乱的这个关税政策正在损害美国农业生产的利益，美国大量的农业生产者未来可能就会面临一些财务的破产。那外贸商家则说，美国客户仍然在下千万的大单因为中国供应链在效率、成本跟品质上面仍然是具一个不可替代性所以他硬是要美中2个脱钩，有办法吗？现在看起来似乎也很困难。那这个脱钩之下，美国人当然就最受苦啦。好，我们看到例如浙江某个企业接获了数百万美元的订单，这客户就直言说，越南光模具就要等3个月，中国45天就可以收货，为什么不去中国买呢？好，但是现在就是硬要脱钩嘛。好 ，DHL 也暂停了各国运美800美元以上 B2C 的货，预估5月2号中国输美的电商货会全部都停，就是因为超高关税，所以中国跟香港输美的电商货应该会全部的停摆。好，那我们也看到关税战升级其实国内最痛苦的就是我们买什么东西都贵。好，大家知道从纽约一家销售从中国进口的这个食品杂货店，他们里面的米果1包而已已经从上周的4.99元美金，是大概台币162元，涨到这一周是大概是新台币227元这涨幅非常大，涨幅了2美元，这怎么吃得消？再涨下去哇，不是就是水涨船高？好，那当然现在有人开始走私鸡蛋去哪里走私呢？去墨西哥因为他们有蛋荒嘛，好，所以美国人呢就开车到墨西哥。那因为美国的高蛋价让人铤而走险，开始在美墨边境来走私鸡蛋。另外我们看到特斯拉其实销售也是说全周都没有休息还卖不出车子。看到它在中国今年的第1季度它的批发销量同比是下滑了21.8%，远输于比亚迪。比亚迪是成长的。好，特斯拉销售人员说，他们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考核指标，现在改为1周7天都在工作，每天工作的是13个小时，都没有人要买车子。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制的平价版特斯拉也是延后生产，因为这个下周2要发布财报嘛，特斯拉在这个前夕传出利空因为被寄望提振销售的美国制平板价的 Model Y 在生产时间已经推迟到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初了。所以碍于关税问题，现在特斯拉也暂停将中国生产了这个Cybercab 跟这个 Semi 的卡车零组件运往美国的一个计划。好，我们再来看到是900位的经济学家现在签署反关税的宣言而且也特别示警说这是有政策风险的好，我们看到一个是赫克曼跟史密斯他们也就是在19号下午就有900人来签署了这个宣言，那就像是有
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个赫克曼还有史密斯他们都是其中的900位之一。好，那这个川普的关税政策，当然现在大家都看坏，尤其是自家人美国企业67%的受访者其实是不同意川普的关税议题，那76%人认为大规模进口税会损害他们公司，所以现在美国企业执行长也都不认同这样子的做法好，当然这样子是川普想要的吗？好，我们来问彬哥。其实我觉得现在才刚开始因为美国消费者现在实质感受到受害，其实还没那么深，只是前一阵子的股市动荡这些东西让他们危机感涌现。那等到接下来关税造成的这样的通膨真正开始发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抗争会更激烈。要知道，美国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遍地是黄金这么富有，他们很多人其实是生存在贫穷线边缘的。那你一旦通膨，他们就完全负担不起，你等于是要他们活不下去。那你要人家活不下去，这些人不跟你拼命才怪。所以我觉得川普过分低估这一些大部分这一些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富有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所需，这些人很多是他本来是他的支持者，接下来恐怕他自己要面到自己的支持者对他的强力反弹。那当然美国没有办法罢免总统，那可是问题是大家不要忘了，美国是全世界枪支最多的国家，所以当他没有办法进行合法的手段罢免你的时候，他们会采取什么样行动就更令人担忧。我觉得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很多人就把它开始类比什么纳粹啊、希特勒啊。那你说他跟希特勒像吗？我觉得你要说政治人物多多少少每一个人都会，因为希特勒本身也是政治人物，多少会有一些相似。但川普毕竟跟希特勒还是有所不同。可是他是不是比希特勒蠢？我觉得在某一方面来讲，也许是因为他的准备看起来比希特勒当年更不足。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川普自己要去小心这些反扑。那主要就是现在他用了这些高关税，想要去压制中国大陆。可是我就问一件最基本的事情，请问一下，你的替代商品到底在哪里？你的替代供应链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根本没有的话，那你的美国民众就只能面临2个选择，一种就是从此以后我不要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我只能更贵的去买它。就变成这样子而已所以那川普都没有想过，有一些东西可能不是必需品，但有很多是必需品的东西，请问你怎么办？你怎么去替代？怎么解决？那更不要说，我们先不要讲其他的东西，一个鸡蛋在美国已经从去年闹到今年了，还没有闹完，这个表现比我们台湾政府还要烂。真的，我上次就讲过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超市公司推荐给美国，让他去帮美国买鸡蛋，从巴西买？好不好？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怎么会一个鸡蛋到现在都解决不了？然后你说现在鸡蛋开始走私，我觉得这只是刚开始。等到关税效应发作的时候，我看以后走私活动会更猖獗，因为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人走私，因为利之所趋嘛。你川普正在帮这些走私商人创造利润，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我觉得美国自己要去头痛未来走私问题，你自己要去怎么解决。那特斯拉会卖不好，我觉得非常正常，而且不是因为中国大陆为了民族情绪反应。你说中国大陆可能因为跟美国正在对抗，所以我不想买你的特斯拉也就算。他在美国自己也卖不好，他在欧洲也卖不好，他在加拿大都卖，因为全世界现在已经把马斯克的特斯拉看作川普的一种象征呢。我要对抗你川普，我就不买你特斯拉。其实只掉29%，我觉得还算好。随着整个关税战的效应发酵之后，特斯拉会越卖越惨。我跟你保证会这样，而且他自己本身特斯拉很多就是在中国大陆生产。如果你中国大陆卖不掉，那你从中国大陆运出去之后，你要面临高额关税。那请问一下，你到底要卖给谁？我真的不知道。这个马斯克应该非常头痛，他现在应该很想脱身，但是我看他恐怕已经脱身不了。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经济学者或是这些商人都是反对川普的这个关税战，但是他们的反对有用吗？我告诉你，没有用。一个破产6次而致富的男人，怎么会相信这些学者的见解？他一定相信他自己嘛。所以对付川普这种人，也只有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打到不只是学者专家说有问题，要他周边所有的这些朋友全部都跟他讲有问题，他才会停手。那这一天还有得拖了。我觉得蛮难的好，谢大使。川普真正的危险是在国内，而且他真正的敌人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有力的出手。不过你看这个昨天在纽约的这个游行他们现在这些老百姓，我觉得他们还是
很敏锐的在观察川普，而且在感受川普带来的这个带给美国社会的一些过去所没有的。他们很多都写的说，我们不要一个国王，我们不要一个独裁者。川普的作为，因为美国人以前思维从来没有说你这个是国王啊，你是 king， 你是什么？你是独裁者？没有，因为美国基本上过去这个政治制度真的是比较法治、比较民主、比较自由。川普上来，事实上这3个东西全部都消失啊，而且变成怎么讲呢？他的那个内阁一群马屁精，没有人敢跟川普去怎么讲，去据理力争或者怎么样，慷慨的这个把自己的见解讲出来，一开口就是说，哎呀，谢谢川普，你实在做得太好了，你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领袖，很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跟你一起来做一件伟大的事。哇，他的每一个的阁员都这样讲。然后川普现在常常让很多美国人会觉得很吃惊的，就是说，美国不是法律都是国会来制定吗？行政部门它是执行国会，国会代表人民，你要做什么事是由人民来决定。结果川普现在每一天每隔2-3天就在白宫就搞一个什么签署行政命令，然后这个行政命令很多都违反美国这个3权分立，而且都侵犯到国会的立法权。到底美国还有没有民主，还有没有法治？川普这些作为通通有问题啊！因为事实上光就是说他对全球发动这个贸易战那么就恣意提高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关税。人家发觉这个权利不是川普总统没有这个权利，这个权利一向都是美国国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对外的关税的这个决定权是国会，不是总统。结果呢，总统做了影响美国这么大的事，居然把美国国会丢在一边，所以就变成这个川普这些事情实在就是说他的做法真的是完全怎么样，一副独裁者，一副唯我独尊。一副你奈我何的做法，可是他在不断的挑战美国人的怎么样一个忍耐的底线。在他被他裁撤的很多这些美国联邦公务员里面，很多人是兢兢业业也很优秀的你叫人家昨天下了班，今天早上一早进了办公室，发觉说你进不了你的办公室他的同事都进不了办公室，说对不起，你这个机关已经被我关掉了。请问一下，公务人员不是受到国家的职位保障吗？怎么会搞成这样呢？所以川普对的真正造成最大伤害，造成最大的这个所谓的这些权力剥夺的都是美国人。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的这些国内的这个容忍的程度我觉得已经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沸腾了。那川普可能未来的1-2个月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国内不断的抗议，国内的怎么样，不断的对他的挑战，这个对他来讲是最后很可能是致命的。对，可能最后一根稻草在国内啦。好，将军，在《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乱军引胜"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一个君主用了一些不懂军事的人来干涉军中的事务，然后军心就大乱，因为我无所适从。这个我军人有军人的专业，然后因为你不懂军事政客来干扰来讲的话，军心大乱。军心一大乱之后，诸侯之乱自矣，就是其他国家，因为那时候是春秋时代嘛，其他国家利用你军队大乱的时候，这个有机会来这个战胜你你国家就会灭亡。所以我认为美国这一次来讲我觉得川普就犯了这个错误。就是说，我相信美国来讲，以这么强大一个国家，这么多这个经济诺贝尔学奖的得主，应该很多经济的人才，但是这些人川普不用，川普用的人，大家去看只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忠诚，对川普忠诚。我们看到，但是学能来讲够不够？其实我们打上很大一个怀疑的一个问号。譬如他的教育部长，他把 AI 说成 A1 牛排酱譬如说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连这个东协有哪些国家他都讲不出来那在这种状况下，你认为说是他用的，那包括马斯克来讲的话，也就是忠诚，包括现在经济顾问纳瓦罗，他讲的东西
很多都只是理论上面。那我们看到贝森特他是华尔街金童出身的，他就很多不认同纳瓦罗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川普刚愎自用，你用了一群只对你忠心的人，而不具备专业的人，你就把自己弄乱掉。但是这弄乱掉以后，到最后会变成怎么样呢？你看看我们现在，美国现在来讲，不管士农工商，你自己国内每一个人哦，企业界来讲的话，大概面临倒闭、股市大跌，对不对？哈，包括农民来讲，你做了农产品，你卖不到这个美国去，包括波音公司，人家不要你哈，这个各行各业大概都面临一种亏损。我特别要强调，大家不要认为说是只有美国国内会受到民心会受到影响，这会影响到你美国在外的驻军哦。你想想看，因为以前像我们在这个外岛驻守过，我们知道家里面的情形，我们会担心家里的情形。如果家里面，譬如说是台湾发生一次地震，那我们在部队里面，那心里都会很担心家里面家人的这个安危啦，或者是说，就算家人安全平安，像921地震来讲的话，小孩要洗澡没有水啊，水电断掉，其实我们都会担心。这时候我问你，美国在海外的这些军人会不会担心他家里面人通货膨胀？那他还有没有心在那边帮你打仗？所以我认为说是川普这个动作，等于将美国不管是各行各业，包括军人在内，那种真的是美国帝王衰亡的开始，就从川普这一任总统，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川普其实现在在美国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美狮成性美债跟美元真的是大崩盘我们就来看说，现在德银他说中国各户是减持了美债，而且转头是来买欧洲的资产这德意志银行这边说的，他说欧洲优质的债券跟日本的国债还有黄金都是中国客户在海外市场投资的潜在替代选项。好，所以现在美国富人也很热衷在瑞士开账户一个组合这个投资的方法，但是就是去美国化，这是蛮大条的好，那当然外资现在持有美股美债达到25兆美元，那德银说如果现在撤的话，就会变成是美股美元的最大一个风险因为它的配置就会持续向历史水平来转变所以就会面临一个巨大的下跌压力。好，当然也有很多人看好的是中国大陆的债市境外机构发行了熊猫债，累计已经超过了9500亿人民币这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指出它是说较2024年底的持仓量有上升。好，境外机构也积极的来华发行熊猫券这累积已经超过了9500亿的人民币。好，那我们也看到说欧洲是不是现在趁着美国比较乱这个跟大家都处不好，在抢当领导人。我们先看到法国，好，现在法国呢这边是蛮挺鲍尔的，鲍尔的就是这个 Fed 的主席其实现在这个 Fed 主席跟川普这个连日都在互相的较劲因为川普很不满这个鲍尔显示对于鲍尔的不满已经达到一个顶点但是我们看到法国的央行总裁他却是在同一天赞扬鲍尔，说是一名模范的央行总裁，他对美国的经济的真相直言不讳说同时是不向政治压力低头的。我自己看起来也觉得蛮是的，不过从法国这边讲起来感觉有一点弦外之音。不过我们看到这法国总工会跟法国工人民主联合会也举行了这个会议，讨论美国关税的政策对法国就业的一个潜在的影响。好，会后这法国政府跟企业就说我们要优先考虑法国制造MIF。好，那同时这个呼吁欧洲协调一致的组织起来，要应对美方的关税政策。好，那我们也看到马克宏出招了，他现在说好那你这个美国不是删减支出，然后有一批这个研究人员出走吗？好，他们今年6月就会在我们一所法国的大学来工作，感觉就趁机延揽美国的科学家。然后他也跟大家讲说，选择法国吧，选择欧洲吧。他说法国政府将在下个月启动一个资助计划，协助各大学跟其他的研究机构来聘请外国科学家到法国工作的一个经费所以
以很多人说马克宏到底葫芦卖什么药呢？他因为不能再选连任啦。好啦，因为他剩2年的时间，有人认为说他似乎也在希望自己能翻身，因为之前有一点政治动荡嘛。好，是不是在找一个历史定位哦？那他希望将自己对欧盟的期待还有构想付诸实行。不过像是意大利这边的梅诺尼哦，只是被他们国内的人酸，像是这个意大利的媒体虽然说他是川普最爱的寄生虫，因为他去了白宫见川普，回国之后又跟副总统范斯哦，是美国这边的，好来见面呢，还跟范斯大喊说哦，我一直在想你。好，这意大利人看了就有点白眼了。这媒体甚至大酸说梅洛尼是川普的寄生虫吗？以此来回应范斯日前说欧洲是美国的寄生虫。好，不过我们也看到意大利现在国防预算是创新高哦，是来到320亿欧元哦，其中有130亿欧元将购买新武器，是历史新高。但是很多民众说这是迎合川普的一个作为哦。你的国防预算一旦提高了，我们的社福预算就会被排挤掉，所以也惹怒了一些意大利人。不过我们看到欧洲其实确实也把目光看向中国大陆，包含这个英国的财相哦，说如果中国跟中国脱钩的话是非常愚蠢的，所以他欢迎哦这个中国的快时尚品牌在英国上市哦。他说即使有被监视的忧虑哦，他也都愿意做中国制的电动车。好，那当然他也以较早时间呢，这个率领英国金融服务业巨头代表访华来进行经济跟金融对话为例哦，说这是为了帮英国这边争取到更多的牌照，为了英国的企业提供更多的配额哦，所以是跟中国大陆这边越来越紧密了。好，那川普是不是真的是把中国跟欧洲送作堆呢？因为现在德国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联盟党，就是基民党跟基社盟哦，和社民党制定的联盟协议当中，这华为条款现在被删除了哦，好像意味着这华为在未来几年很可能就不会被排除在德国5G 的网路之外了哦。这是不是川普反而把很多的国家都结盟在一起，一个很大的问题？彬哥，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啦，就是大陆当然在这个时候会减持美债，那可是问题是川普会对这点很担心吗？我觉得也不会。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川普的策略就是逼那些听我话的国家吞下去啊，就是逼台湾啊、日本啊、韩国啊，你们一个个大陆丢多少出来，你就买多少回来了，就是这样。对他来讲，就是这样子啊。而且看起来我们台湾还挺愿意买的样子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川普倒不会过分担心啊，反正有人愿意买单嘛。那只是长期这样下来，对美债甚至美元当然会有不利的影响，这是必然的嘛。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很危险。最近一直有人认为说台币可能会开始升值啊，台币到了升值，对我们来讲会不会也会很惨啊？那我必须说，大陆的他这几年发出来的这些国债，在市场上获得的回响都蛮好，而且他们自己的民众也都很愿意去购买，表示他们是看好它未来整个一个发展的。所以既然在这种状况下，对很多其他国际的这些买家来讲，或是国家来说，他去减低持美债，然后去持大陆的债券，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相对好的投资方式。那川普是拿这个鲍尔大概没辙了，他从上任之前就已经叫他要降息，他就是不降，然后一直撑到现在。那实际上，我觉得鲍尔当然在很多人认为，就经济学理论跟整个现在市场的状况来说，他的坚持本身应该是正确。因为如果你让川普这样搞下去的话，这真的是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场灾难。可是问题来了，问题是，身为世界上另外一个非常巨大经济体的欧盟，真的能够齐心一致去对抗美国吗？欧盟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表面上整个欧盟好像开始对美国产生疑虑，很多人都在呼吁要转向了。那甚至你看，包括工人啊，包括甚至马克宏啊，都想趁这个机会，是不是能够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威望之外，能够团结一下欧洲来跟美国做对抗？可是很难，因为欧盟实在太多国家了，每个国家的立场打算都不一样。梅洛尼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梅洛尼觉得我跟川普关系很好啊，而且川普好像很喜欢我，所以我就可以私底下就跟他打交道啊。我不是一定要跟着你欧盟一起走。但是问题来了，如果在对美国的态度上，欧洲这些国家彼此立场是不一致的，那以后欧盟还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吗？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欧盟会不会就因为这样的一下就散掉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决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让大家觉得很好笑，也就是欧盟明明有很强的实力，可是欧盟一直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而且看起来在这一波这个关税战之下，看起来欧盟还是节节败退啊，好像没有办法对美国做出很有效而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反制啊，让人家觉得欧洲的光环真的已经不在。那至于说意大利，他虽然靠向美国了，他也愿意去增加他的军费，可是意大利真的能够就因为这样获得好处吗？其实看起来也未必见得。而且如果因为这样他打坏了跟欧盟其他国家的关系，对他自己本身是有利的吗？我觉得也未必。照理来说，在现在的这个状况之下，欧盟比较正常的选择就是，我当然尽量不要跟美国撕破脸，我尽量跟你去做谈判，最好是能够双方取得协商让步。但与此同时，我当然要加强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作为万一你川普如果硬干到底的时候，我至少我还有中国大陆这个市场。所以欧洲的很多国家，包括现在已经离开欧盟的英国，是做这样的一个布局。可是欧盟能够做这样的布局吗？实际上，德国本来大家都认为他现在的总理应该是反中国大陆反得很厉害，结果没想到现在他们也把华为条款排除了。所以局势的变化，我觉得还有待观察。是。好，我们接下来问谢大使。现在美国这个3大指数啊，就是美金、美股、美债、美元啊，基本上都不是很好，而且前景也不太乐观啊。美元在上个礼拜五事实上跌到一个最近10几年的一个新低点。那当然，我们新台币就相应涨价了，那这是很符合川普的喜爱了，对吧？我们就其他币值都要涨。对，我们也配合度也蛮高的。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美元如果持续涨的话，持续跌的话，不看好的话，那人家就不愿意持有美元啊。对，你投资人不是你个人的，你如果机构投资人的话，你要对很多投资人负责任的。而且美国很多这些 pension fund， 就是说全世界的这种退休基金哈，它过去会有一部分放在美债，因为美债是非常稳的。美债是非常稳的。可是美国现在美债的这个危机哈，就是说，会因为美国的整个的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跟全世界做贸易战之下哈，美债事实上我们在前2个礼拜就看到了它出现很大的一个危机，所以这个会让很多投资人信心动摇。所以如果信心动摇的话，真的美国不但说股市啊、债市跟美国的美元的汇市啊，未来人家都不太敢怎么样，把过去的那种信心、那种量放在这几个投资的工具底下。这是川普可能就是说他在短时期，他如果不能够解决各界对他这个对跟全球发动贸易战哈，对美国经济的不利的一种怎么讲呢？一种改观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美元、美债、美股的这个危机还没有结束。那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今天你看川普讲话，川普他讲的美国的问题，他说美国经济很好，他认为美国这个好，物价也下降了，鸡蛋也控制住了，对不对？他别的他不讲，他每天就活在另外一个时空。他说鸡蛋控制好，他说这个，而且他常常这样啊。我们马上就要到真正美国人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了，他还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他告诉我们正在走向这个美国的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可什么时候呢？现在大家看起来都是怎么讲？前面都是地雷阵，你闯得过去都还不晓得。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是说整个战略的如何决定，就是经济的角度上来看。那么你在做投资、做这种资金的这种配置的时候，哈。很多经理人他自然在找避险，是。那么这个只要美国的经济的不能够给大家信心的话，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股市、债市跟这个汇市还会不断的这样会出现一波一波的危机啦。对，不稳定性很高啦。将军，我觉得这个吸引非常有意思哈。其实它另外还有一个叫敦煌网哈，这2天原来上个礼拜这个大概在 APP 下载大概是排名在300名之后。突然短才2个礼拜而已，它突然暴增为现在美国 APP 下载的前3名，一个是淘宝，一个是敦煌网，再来第3名就是西印哈。那现在居然连英国这个财长都说欢迎西印在英国来下载，它是什么一个网络呢？它是这个跨国电商购物的一个平台哈，就是说你可以到各国去用跨国电商买。
那我知道敦煌网它卖的东西像女生最喜欢的爱马仕包包，一个包包如果你到店家去买123万，它这边只卖4万，那你要不要去买？那一双 Nike 的球鞋，如果说你在美国店家去买的话，一双要1000块以上的这个美金，那这边买可能50块美金哦。所以当你这个弄这个关税大战，当生物都会自己去找出路了，我开始找出路。那你美国有没有办法管制呢？我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敦煌网有多夸张呢？它在全世界总共有225个国家，有那么多国家，你要不要就对这225国家都抽税？它卖的商品有多少呢？3400万种商品。那目前来讲，供应商有254万的供应商，注册的买家将近有5960万的注册买家。那对于川普来说，能够让他真正转向的，可能只有美国人民了。盖洛普的一个最新，他连任初期民调发现，成为历任总统罕见低点，因为呢，唯一他第一次的时候，基本上呢就是任期也没有达到50%啦。那这一次呢，也没有达到50%，只有45%，就是呢双低，倒数第1名的跟倒数第2名的都是川普。这个我相信他不是很开心。再看到这电视上头一直在转播各地400场反川普的活动，然后呢就直接讲要弹劾他，要罢免他。我相信川普看了会更生气，甚或呢他先前就要中方有4位留学生，而且呢都还是这个蛮有名知名学校，譬如说 Berkeley 等等的这些学校的学生，要让他们回家哦。那可是现在美国的法官呢颁布了一个紧急的临时禁令，原因是因为他们说你现在突然之间要他走，那你必须他在上诉嘛，在打法律战嘛。那如果呢你现在就直接把他给请走的话，或者是呢把他拘留解送出境的话，那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权益，所以呢，现在就说了，必须要先提供他临时性的保护，让他可以留在美国。所以这被人家认为这个叫做首战胜利。这一些还包括了驱逐委内瑞拉的移民，现在也被讲了，必须要先行暂停。好，移民问题、驱逐问题，还有经济问题，它内部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更别说一上任之后，这个 Docs 呢，他们现在呢是什么，在扩权这么一件事情，是不是酿成了宪政危机？很多地方呢，其实就直接告上了法院去了，这一些现在也都还在办理当中。那它内外交迫，经济上头又没搞好，本来很多人选他是因为经济就是不好，希望呢能够请一个厉害的 CEO， 但现在900位诺贝尔学奖得主呢说反对川普关税会自作自受，自美国的企业执行长也有近70%其实不认同他的关税政策，甚至呢已经影响到房市了。看到呢房市其实算是比较后期的指标，但是已经有很多的房子是降价求售，而且呢这样的数量创7年来的新高。大家都要报现金，没有人想要买房子，买气也直降，那就表示整个经济的状况，大家更担心的是不是会不但是通膨，甚至呢是它根本就是已经要进入通缩的状态。大家这一些呢其实都会有一些担心，海外人士呢也开始越来越少要去美国，毕竟你不稳定嘛。那所以呢美国经济损失，光海外旅游这一块也可能会损失2.95兆元。光今天4月2号复活节，所谓的复活节经济就大大受到影响了。以前大家都会去买鸡蛋，现在蛋价很贵嘛，有人是开车去墨西哥买鸡蛋回来过这个复活节，那也有人是干嘛？是根本就是拿石头啦，拿爆米花、棉花糖啊。我已经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替代方案，这一些其实某种层面上面都是会造成民众心里头的被剥夺感。那再加上呢，他们目前确定的是小包裹要开征关税 ，DHL 已经暂停收运往美国价值$800的 B2C 的货物了。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呢，这个会超过$800块，它就要课关税，那就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新报关等等的作业，那也会造成这些业者他人力可能会不足啦，因为他们后续其实如果说这么大量的一个改变的话，你能不能跟上，能不能马上课这些关税？他当时为什么会忽然停？其实也是因为人力的问题。那现在又再来一次，其实业者方面呢，他们说已经严重货物积压，所以才不得不先暂时停止收货。
你就可以知道一个关税会影响多少。譬如影响了可可的成本，那就会导致巧克力的价格飙升。复活节你就不能吃巧克力了。譬如呢，你要喝茶的话，现在茶叶都来自于中方，所以呢就变贵了。你可能就连茶都喝不起了，蛋也吃不起，茶也喝不起。所以 AI 有制图就讲说呢，坐飞机去中方干嘛？买茶、买鸡蛋回美国吃吗？这一些当然是有人呢去做 AI 的制图，但不管怎么说，某种层面上面是反映了线下在美国的消费者他心里头的那个痛啊，钱好难用啊。请教一下亮哥，即便如此，川普呢他看到了大家对他的回报反应是初期民调45%变成了倒数。这个没有用啊，这个一定要影响到国会的投票。就你还是要回到宪政体制啦，就是三权分立嘛。那目前没有做了，有7位共和党的参议员表达不同意见，对，可是不同意见而已啦，并不等于要去投票的时候会支持法案。而且目前的议长，我们讲这个 Mike Johnson 啊，他基本上因为美国就是这样，你只要是多数党，那表决法案的议程是议长排的，对，议长不排。所以议长现在还是帮川普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还是需要有更大的民怨积累啦啊，比如说昨天嘛，走上街，就400多个地方走上街头，我看纽约那一场大概有3万人，大概是这样啦。可是我认为啊，川普这些官员太不了解贸易上的可能作弊了，我已经看到了。可能作弊。我跟你讲，第一个第一个就是转口贸易你怎么防？对啦，比如说最近在美国，这个听说下载仅次于 ChatGPT 就是敦煌网嘛，对，DHgate 啊，DHgate 它长期就是做小出口商跟美国的小进口商的 B to B， 对啊，那它在美国占48%，它是全球的，它是225个国家都在卖，那有100多个国家有仓库，那我现在转到别的国家再卖就好了，懂，就用那个国家的关税啊，所以敦煌网现在在美国非常红啊，是因为它有海外仓库，这是第一招啦啊，那第二招就是你刚刚讲的，有人会代购嘛。代购就是我们讲的跑单帮啊，那他就没有经过海关，他是直接，可是买的量就不是很大。是。那还有一招是更坏的，可是我也听到啊，就美国的关税，比如说你说那个 DHL 那个关税哈，它不是现场收的啦。对。比如说你如果是$800寄进来，那个关税它是寄那个海关会寄账单给你。是。那他就累计到一定的额就宣布破产了。就美国现在到处出现进口商，都是小家的，然后他就准备，我接到了各种的关税的单，我就累计不缴，缴到有一天我不能运作了，我就宣布破产了。我跟你讲，招数多得很啊，是挺遏制的。我跟你讲，他这种关税才叫遏制。所以人民自有对抗你的方法。上有政策的，下有对策，当然是这样啊。美国要成立公司是非常容易的啊。对，这是比如说进口商，我认为大概就会多出好几千家啦。那海关你自己去查吧。我跟你讲，到时候就考验美国的海关还有税务单位防不胜防啦。你不要高估自己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价差太大。对，145%的关税就足以让人家愿意做这样的生意。这个就是价差嘛。包括代购嘛，包括我进口了之后累计关税宣布破产啊。包括我透过转口贸易啊，转口贸易是合法的。是。而且呢，你也必须要理解一件事，不是所有东西都145，它有一些还是往上的，它可能是像刚刚梁老师讲的，它可能会更贵。针头跟注射器，针头注射是245嘛，但是200以内其实非常非常多的品项嘛，多于145多的是，所以上有政策，下会出现，下会出现对策，那其实那个社会就会很纷扰啊，老师。是没错，
就是其实下有对策，而且这个对策其实千奇百样哈。那现在中国这边也有对策啊，你看香港现在就上礼拜就宣布啊，做了小包裹，他已经就停止出货了，对，不送，因为他自己也受不了这些整个的这个流程作业，那这个马上就影响到美国，所以你超过140的时候啊，这个第一个美国的商品不太可能出口到中国了。这没有经济意义。那第二个，中国商品出到美国的时候也就少量，而且呢，你到这么高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可能接下来会再调。为什么现在要这个第一波被你这个剥削呢？我觉得现在美国跟中国刚好有一个这个蛮有趣味的，美国现在需要改革，甚至要革命，而中国需要更进一步的开放。美国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但它从来很少改革。这个国家。大概这20世纪到现在都认为这里的制度非常的完美，所以呢，他就不太愿意去改革。你看他那个总统选举制度搞成这个样子，没有人要去思考改革。但是呢，他现在整个经济结构过去这几十年来，不就是你制造业慢慢的流失，让你从来没有人想说我们怎么样面对美国人口这么多，而且事实上人口红利、人口结构事实上是蛮年轻的，那你怎么把制造业流失这些年轻人去哪里找工作？每个人都是去念哈佛法学院吗？不可能的嘛。所以现在美国的制造业啊，2000年的时候，联合国的数字还有占全球的产值25%，到了去年2024年只剩下11%，而照这个速率，到了2030年，也就是5年后，美国的制造业大概只占全球的产值6%而已了。短短的。就是2020到2030从25%到6%，那现在他来个关税这样子搞，很快不要等到2030，很快就到个位数，那会产生更严重的贫富差距，因为它的2次分配，它这个政治、这个经济、金融的体制，对中产阶级最这个基层的民众，事实上是压力很大。那财富不断的集中在最有钱的这些人里面，是。然后呢，总统扩权。这个总统不断的在扩张他的权力。本来1930年，我们看那个900多个经济学者，有点重演1930年代的那个经济大萧条。那个时候有1250个经济学者反对那个时候通过的法案。所以当时啊，要调关税是要用法案、国会法案来通过的。现在根本不需要了，因为1977年就川普自己动用那个法律，也不知道他法源是不是真能够如此，但是呢，没有人抗拒。为什么？因为他掌控参众两院，所以实际上这个总统扩权可以扩张到这种地步。你看美国人都撑不住了，所有人都出来抗议，大家现在都在囤货，然后呢开始在跑单帮，逼得连这个黄仁勋都要跑单帮了，他也不算是另外一种跑单帮嘛，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大家这么大的压力之下，美国川普他对于这些情况的不了解造成美国人的困境。我觉得其实会很快有一个大的反弹，而且千万不要忘记，这不是中美之间，川普是跟全世界掀桌子。我看今天就是时报接受 NHK 的访问，他讲了3个重点。第一个，他说川普要跟他1对1谈，这个跟川普讲说要跟习近平1对1谈一样。第二个，他说关税要公平。第3个，他说其实美国要想拿日本当一个样本，让全世界适用。那他这么讲，我觉得就是他不会让美国这么轻松得到美国想要的谈判结果。好，请教一下左老师。好，那当然，我觉得也不能忘记乌克兰了，因为现在虽然大家看到这个关税一波一波来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也是在掩盖美国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困顿就是说，推动这个和谈，推动了半天，最后本来说24小时，现在看起来是这个没有太大的进展，所以当然这个中间就有这个普丁的宣布的这个复活节的这个停火。为什么普丁会做这个宣布？当然某种程度他当然希望稳定川普政府对于这个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一个比较友善的态度表示说，只要你看上一次也是啊。这个川普说：“哎呀，他觉得这个他非常不满意，那个普丁没有任何动作，没有任何的这个回应，普丁就马上有一些动作，这次也是一样。第二个当然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到说，他这个骤然停火之后呢，反而乌克兰变成很难以招架。为什么？不是乌克兰想要打仗，
是因为他这个停火就是在1天左右的时间，那他们没有办法确认说这是不是真的要停火。第二个，不知道到时候什么时候会恢复开火，会在什么样的地方，用什么样的方式。因此，对于乌克兰来说，反而是这个步调很凌乱，反而不晓得该如何回应他。这当然又可以成为这个普丁去告诉川普政府说，你看，是我要停火，乌克兰没有想要停火。所以我认为这个普丁也是非常掌握到川普的心理，也掌握到整个战场的节奏。因为毕竟现在在战场上，俄罗斯是占有非常显著的优势了。然后现在欧洲现在又积极要拉美国入伙来谈说，未来要怎么样去提供乌克兰一个安全的保障，美国要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所以呢，普丁知道目前的这个情况战局对他有利，可是呢，他也要防止欧洲真的会介入进来。所以当然他这一招，我觉得是让大家可以看到，普丁的确是非常会抓住这个机会去采取一个非常意外的这个行动。那当然，川普未来会怎么回应？我想不只是涉及到说乌克兰本身，还涉及到他跟欧洲的关系。这个关系到底能不能使得川普回心转意？我觉得当然就有待下一步再看到它的进一步的发展。好，其实必须要来看到哈，在复活节当然呢会有蛮多的一些消息出来的。对于美国的这一些经济选民来说，他们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巧克力变贵啦，哈，蛋变贵啦，什么东西都变贵啦。但是对于俄乌战这国际局势来讲呢，他们其实想讨论的是，到底有没有真停火这么一件事情。来带你来看到的是呢，现在基本上呢有蛮多的事件，譬如加拿大总理，现在政治上面呢，他说，北京，你怎么可以支持俄罗斯？你怎么可以恫吓台湾？还说它是最大的威胁。但是呢，在商业上很明确的消息就是看到它从加拿大进口原油大幅增加了，原因是因为跟美国不买的那一些，通通转过来跟加拿大买了。所以呢，有人就说了，加拿大发上美国财。这一些大家就说了，如果在这个机遇点上你不知道做转换，你没有那个灵活度的话那真的是笨蛋了。来看看，这个是英国的财相里夫斯，他就直接讲，为了迎合川普，减少跟中方往来吗？他说，这个真的是非常愚蠢的做法，还强调中英应该要深化伙伴关系，而不是筑起贸易壁垒。其实呢，在这一回川普的对等关税，欧洲深受重伤。比如说啦，德国损失了大概有10兆，欧盟损失了有40兆。这一些都是非常真实白花花的银子。现在呢，谁能够去跟川普好好聊一聊？本来有人讲了，梅洛尼可以跟川普好好聊一聊，但是呢，现在你来看看这个呢，算是讽刺漫画啦，就直接说他是川普最喜欢的寄生虫，有办法让他为美欧搭桥。很多人是打了一个大问号，因为不认为他能够左右川普，还说了，其实呢，这个是什么？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可能的结果的话，他们认为只是要欧盟进一步的远离中国，不可能会取得什么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再加上关税谈判，目前欧美之间是非常缓慢的。而对于美国来说，已经有一点不太想管欧洲事务了，那个感觉你知道吗？巴黎会谈，美国要督促欧盟的是减轻对俄罗斯的制裁，换取永久性的持久停火。好，这一些呢，其实会让很多欧洲人是无法接受的，甚至就连美国官员呢，他们都讲了，说其实呢，他们美国官员内部，因为五角大家先前不是有那个泄密的问题吗？所以他们内部其实有自己的问题正在进行当中。在这样子的一个节骨眼上，你要他怎么样来帮忙乌克兰呢？而现在复活节，普丁先释出一个善意，告诉你，复活节好啊。如果川普想谈的话，来，我们停火30个小时。但问题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 ？CNN 的讲法是，它2个目的啦。基本上呢，就是回应华府的希望嘛，告诉你说我有在做事情哦。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告诉你，其实停火在战场很难执行嘛。那如果呢，对方不停的话，那就会被人家讲说，根本就是泽伦斯基不想停。但是也有刚刚消息出来了，说基本上呢，他讲完停火之后，还是乌克兰有被轰炸，那到底是真停还是假停呢？现在美方要促这个和谈，据说啦，其实都是给俄罗斯这边方便，或是给他们好处多一些。你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这个是先前呢他们可能也是踩住没有承认的这个部分，而在
泽伦斯基的讲法当然是，如果俄罗斯要停，那我们这边就会好好的去评估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停火。但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说要停，然后又打，这个不叫不讲武德吗？到底普京现在葫芦里卖什么药呢？其实打到目前后期，乌克兰这边也是精疲力尽，但传出两方可以交换超过500名的战俘。那这一些呢，是透过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去斡旋。那当然是对于家属来说是个好的消息，能够看到家人回家，但是能够让自己也回归到家园，这个是乌克兰人他们现在最渺茫的希望了。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好，目前啦，虽然加拿大外交上面看起来批北京支持俄罗斯，但经济上面他发的是美国财啊，就是中国大陆去买他的东西嘛，石油对。其实这个你以后会陆续看到啦，就是中国大陆把美国原来的进口的订单拿去分给其他人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巴韩西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这也没什么啊，因为美国坦白讲，美国出口到大陆的东西可取代性比较高啦，反而是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量很大啊，4000多亿嘛，可是它大部分都是小项目，量很大，那个美国要找到替代来源还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不知道美国怎么弄啊，因为现在大概都停了，那就透过我刚刚讲的奇奇怪怪的管道再转啊。那我觉得这个复活节停火你也不要意外啦，因为去年圣诞节也是停火啊，只是没有宣布而已啦。基本上这种宗教的节日，我觉得他还是会照顾，因为乌东是东正教嘛，他干嘛让东正教的教民不舒服？对啊。你用的语跟我一样，我知道不舒服，对，他没有必要。我认为这个绝对不是停火协议了，因为目前你看连那个卢比欧都讲那个样子，说如果都没有进展，那美国拒绝协商了，对，我的天不玩了，拍拍屁股就要走人呢，那你不觉得这个等于是放一个信号给俄罗斯，赶快打，不然他还不让。不就是这个意思吗？除非这个时候欧洲能够迅速补上军火，还有钱，那我们现在也不确定美国要不要提供情报分享了。我觉得卢比欧那个一定是川普受益的，不然卢比欧平常不管这个的，突然轮到他发这个言，我认为是川普受益的。OK，因为你可以看到川普对俄罗斯跟对中国。卢比欧从来没有插过手，有特使吗？怎么会突然讲这么严厉的话？就是所有国家都是头版啊。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啦，说那个矿产协议快要定稿了，所以用这个来吓乌克兰，那这样也是很过分啦。坦白讲，不管哪一种都很过分啦因为矿产协议的草稿我有看到，听说还没有最后定稿，也快了啦。应该20几号就要定稿了。是。那我目前看到的迹象是，俄罗斯真的准备要再打，而且会越打越大。也会过河，对不对？没有，他会把那个迪尼波罗吃下来。就打到那条河。因为那条河有水军嘛。对。那上去就是基辅啊。是。然后他如果往北打，把苏美打下来，苏美过来也是基辅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局给人家感觉是，俄罗斯就要打到你投降为止了，因为就是接下来就要打基辅了嘛。苏梅他往下打当然可以打哈尔科夫了，对，可是哈尔科夫我认为他不会用力打，因为那边是讲俄语的，而且是工业大学的集中地啦。是，他如果打那边会伤及很多教育界。跟理工科的学生啊，我认为他没有必要，那也许会用劝谈啊，或者我们叫中国1948的北平模式这样，有点里应外合啦，就包围嘛，然后劝里面直接出来谈，可能会用这个模式，但问题是，这美国到底私底下跟普京传了什么东西？川普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密线，然后是
普丁会接他的电话吗？不知道啊，原因是因为现在呢，你看到普丁他的讲法跟他的做法，其实有一种两面刃、两手策略的感觉。那最可怜的就是乌克兰了。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可怜啊！好，我们刚讲到复活节4月20号，突然之间呢，普丁告诉大家，我可以停火，但停真的停假的，请教杨老师。我要讲川普了。哦，是复活节蛋哦。我们复活节有那个就是搅蛋嘛哈。对。复活节蛋，开玩笑，复活节蛋，川普手上只有2颗，一颗是全球经济，另外一颗是台湾，因为我们台湾先跪了嘛，但是呢，他却对台湾视为这个碧玺，然后你报的多少1000亿、2000亿的台积电去，结果呢，他还是给你磕32%。那现在呢，没有任何你听到的谈判的这种楼梯响。那跟日本，那现在马上跟南韩，对，可是南韩6月份要总统选举，是，我觉得其实南韩现在这个政府也不敢去承诺任何的东西，他要先看日本，要先看石破茂。那石破茂要看中美，那中美呢就我不打电话给你，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会拖，那在加拿大马上下礼拜一，4月28号他选举，那预期可能这个卡尼会就是会连任啊，他现在是才刚上来嘛，对，那今天他开始第一天就是这个等于是通讯投票。那已经有200万人投票，他总共1500万个选民。那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当然会对就是卡尼会有帮助，因为他有经济，他专业。第二个他有经济的这个专业，财经专业，而且过去的表现非常好。是。那但是加拿大毕竟其实因为它是这个第一个受到冲击的，但最关键的还是欧洲。我注意到欧洲某种程度已经变成西方的这些资金的危险避风港。尤其是欧元跑到瑞士去开户啊，美国人都是这么做，有钱人都是这么做了。我刚刚就讲嘛，美国的2次分配造成的不公平，严重使得美国的贫富不均。那美国这个有钱人是最有能力，他第一时间就去找就到瑞士开户头，而且通通不要美国的任何的这个资产，美国人自己在去美国化，所以这个现在变成这个多极世界要来临。美中俄，那如果在安全议题、区域政治的问题，俄罗斯，那美中欧俄罗斯，那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这个金砖呢会变成一个，就是说代表就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现在连越南都表示要加入到这个金砖组织里面，但是欧洲能不能变成一个主导的力量它有2个前提，第一个它是俄乌战争怎么去面对。你继续打，一定对它受创。那第二个呢，它要一定维持中欧之间的贸易的稳定。是所以呢，我觉得中欧之间贸易会进一步的整合，未来说不定中欧投资协定会死灰复燃，也不一定。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要请左老师帮我们总结。你们。好，这个梅洛尼意大利总理到这个白宫去见了川普，接着万斯又到了这个罗马去跟梅洛尼见面，还参加了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个望弥撒。当然，这一系列都看出来，这个意大利扮演了史上空前重要的角色，在所有欧洲国家当中，当然也是梅洛尼个人的一个特殊的角色了。第一个，因为梅洛尼他本来是从这个意大利极右的政党出身的，所以他跟川普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语言，就是呢，比方他提出来是所谓的捍卫西方的文明啊，他说西方是以文明来定义的，而这个文明在川普的认识里头是什么？就是反这些所谓的DEI嘛。